大叔每天咬着一双筷子睡觉，还要在枕边准备一双臭袜子。不这样做的话，就会遭到邻居投诉，因为每到深夜，这座公寓就会传来怪异的声音，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，这让公寓住户都苦不堪言。大家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这声音原来是大叔在磨牙，磨的那叫一个响，嘴角还不停抽搐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。妻子因为受不了这事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没想到自己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尝试帮他解决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一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磨牙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也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一个房间的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大家又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都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，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应该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最后经过治疗，大叔总算是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大妈来买香蕉，商贩却觉得他有病，只见他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，直接带皮一起吃，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，问他为啥要吃香蕉皮，他也不解释，觉得香蕉皮不过瘾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卖了这么多年水果，商贩哪见过这个，直接送给他了一些。回家后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，猕猴桃带皮吃，这个我还能接受，橘子他也带皮吃，哈密瓜也是，但更夸张的是连鸡蛋都带壳吃，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，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，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过瘾。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说大妈嘴是真硬，到目前为止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，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？大妈舔了舔嘴唇说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又有营养，这样吃了10多年了，身体也确实很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，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。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，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，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，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，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，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大妈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快速离开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妈正在吃猫罐头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。夜幕降临，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，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头呢？沟通了好长时间，大妈终于讲话了，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，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，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，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？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毕竟人多势众，大妈同意了。来到门口，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，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，挨个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，上面还有2把锁。刚进来，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，说是怕有人偷，但真的有小偷吗？在大妈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装了摄像机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。一夜过去了，没发现小偷，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，整夜不睡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。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问题。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，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会时不时出现幻听，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能好起来的。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说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后再见到她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这只狗狗天生没有肛门和尾巴，它已经3个月没拉屎了，便便已经堆满了整个身体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：小黄虽然没有肛门，但它的胃口却很好，每次吃完都想要拉屎，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拉不出来，疼得它汪汪大叫，有时候努力半天会挤出来一滴。小黄是一只流浪狗，被主人捡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应该是之前主人看到它天生残疾，直接就丢了。主人带它看过很多医生，但医生都拒绝为它治疗，认为手术的风险太大了。主人不放弃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可以给他手术的医院。医生说，尽管他没有肛门，但直肠和子宫颈相连，便便可以从那里挤出来一点点，但体内堆积硬化的便便无法排出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在帮小黄剃毛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：小黄既是母的也是公的。医生都说自己20年来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没办法，只能暂停手术，要详细检查他的身体构造后才能确定手术方案。检查过后，医生确定了他就是雌雄同体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除一部分直肠，重新构造出完整的肛门，然后把
把直肠和肛门连接起来，手术又开始了。这种大范围的手术对于3个月大的小狗来说风险很大。5个小时后，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说狗狗很快就可以正常生活了。但几天后，主人突然接到医院电话，原来手术后狗狗出现了大面积感染，不断呕吐和腹泻，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希望所有的狗狗都能被温柔以待吧。和小黄比起来，下面这只狗狗就正常多了。这只狗狗每天都要转圈，一天就要转1万次，就算被行人撞倒、被婴儿车撞到受伤，也不会停下来。路人都感觉很奇怪，它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，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。随后主人发现了它，把它抱回了家。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一把它放下，立马就开始旋转，好像有开关一样，碰到地面就启动，而且它根本不看路，这让它变得很危险。主人一般都是把它关在家里，但它偶尔还是能跑出来，只有吃饭的时候它才会停止转圈，一旦吃完就立马开始旋转。主人试图把它绑在椅子上，也无济于事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，因为工作原因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。有一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，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有次转圈绳子缠在了一起，它都快窒息了，还是不停地转圈，这就很不正常了。那它转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医生表示它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而且颈椎也出现了问题，接着进行了手术。医生说狗狗转圈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给它更多的陪伴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和它比起来，下面这只狗子更奇葩。这只狗狗会蹦迪，只要看到地毯，它就会转头倒着走。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一旦遇到地毯，走路就变得很奇怪，只要站在地毯上就不会再动了。地毯对它好像有种神奇的魔力。节目组决定去掉地毯，看它有什么反应。小白像往常一样倒退着走向地毯，可等它转过头，直接懵逼了。哎，我的地毯呢？这下弄得小白进退两难，直接不会走路了。那如果在大理石地板上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只见小白表现得很兴奋，根本不会倒着走，只要一接触家里的木地板，立马好像变了一个狗，忘记了怎么走路。节目组请来动物行为专家，专家观察后认为，之前在地板上肯定发生了一件让他恐惧的事情，猜测可能是他在地板上滑倒过，受了伤，为了克服恐惧才会选择倒着走。为了验证猜测，主人带他来到医院，果然发现小白有一根骨头脱臼了，只是他平时没有表现出来痛苦而已。接着给他正骨恢复了。回到家，主人给他准备了专门的垫子，小白这次没有倒着走，开心的顺着垫子来到主人面前。主人还给他使用了脱敏疗法，在地板上放大量垫子，和地板错落摆放，让小白慢慢摆脱对地板的敏感程度。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小白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每天洗澡必须穿着自制的铠甲，洗一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，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，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跟她来到卧室，大姐终于放松下来，摘掉了帽子，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，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，戴起来非常重。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，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？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，大姐显得非常担心，犹豫再三，决定脱下来试试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，显得非常焦虑，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，用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大姐非常不解，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，直接看心理医生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敏感多疑，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。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
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。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